王爷，我要带青战去一趟落叶山顶。听到清月的话，凤玲的凤眸闪了闪，看样子是将那清月惨死的事情说了。刚才心里升起的那点怒气便也散了。刚想说本王也跟你们走一趟，还未开口，这边清月便出声了。落叶山地势略陡峭，王爷多有不便，我跟青战去这一趟就可以了。王爷放心，我与他会乔装打扮一番，不会让人认出我们来。清月这话一说，凤玲是怎么都没法开口说跟着一起了。秦婉那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说他坐着轮椅去山上不方便吗？哼，他绷着俊脸，周身上下丝丝的又开始冒着冷气。哼，随便。多谢王爷，傍晚时分应该会回。话音落下，转头跟青战说：走吧。两个人只是轻微的伪装了一番，遮了面，至少不会让人认出他们两个人来。顺便买了一些工具。落叶山那一次，青云瑶约他去山上，其实是借着平阳郡主的名义，说是在山顶上看见了一只红色的狐狸。红色狐狸啊，多难得的一件事。他压根儿就没想到青云瑶会骗他，便兴匆匆的去了，之后便被偷袭了，得知了更为残酷的真相，惨死在山顶之上。走这里。清月一步一步，与当初上山时候的心情交织在一起，树叶颤动，暗影交错，两个人沉默着走向落叶山顶。终于到了。是那边。他走到了一处位置，站在那里。二哥，我就是在这儿被青云瑶用剑刺穿了心口，他刺了我很多剑，我流了很多血，以至于最后的视线内只有一片血红色。然后呢？什么？尸体呢？从这里被踢下去了。青战沉默地上前，朝着下面看去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陡峭的悬壁。下去。今晚看不到尸体，我不会相信你所说的一切，一个字都不信。而青战没有再去看清月一眼，而是自己开手动手打着铁桩。二哥，我先下去，没有危险，你再跟着下去。清月突然哭了起来，他在这一刻终于明白，二哥他信了，其实早就信了他的话，否则也不会怕有危险选择他先下去，而让他在上面等着。二哥别下去了，你别下去了，3年多了，谁知道发生什么了？说不定当时我掉下去被狼吃掉了呢，尸骨无存，就算是下去了也什么都找不到的，对不对？今晚我说了见不到尸体，你说的那些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他冰冷地落下了这句话，整个人顿时跳下了断崖。二哥！清月惊呼了一声，冲到断崖边上，便瞧见青战扒着断壁上凹凸不平的石头，一点一点地往下跳，中途有树枝打在他的身上，他便伸手折断，踏在青路，用他的身体和手，直到青战的身影越来越往下，清月看不到他的身影了。二哥，青战！清月喊了几声，没有回音。二哥，你能听到吗？如果二哥出了什么意外，他不该因为二哥不信他就提出带他来落叶山的，他应该再说说其他的事情，比如父亲过生辰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起亲手做的长寿面，比如大哥远在边境，他们两个准备偷偷跑去那边看大哥，却被爹爹抓住，把二哥关在了柴房，把他关在了祠堂。顺着绳子下来。他忙擦了脸上的泪，当即便抓了绳子，一路顺势而下。断崖的长度几百米，清月本也会武功，顺着绳子没费多少力气就很快下到了崖底。崖底杂草丛生，乱石堆积，只有沉着脸的青战站在了那里。今晚你说谎了，崖底什么都没有，本少爷就知道你在胡言乱语，这天底下怎么有这么荒谬的事情？我不信你说的，一个字都不信。清月的眼中满是悲伤，他看出来二哥在害怕，他害怕真的看到妹妹的尸体，也许他真的被狼吃了也说不定呢。他仰起头，这断崖好高啊！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心虚了？害怕了？老子就知道你在说谎，你就是在说谎！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妹妹？我的妹妹怎么可能遭遇那么可怕的事情？青战大声地喝道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力地用脚踩那些成人高的荒草，荒草被一片片地压倒。哪里有尸体？哪里有？今晚本王早就看你不顺眼，就知道你不安好心。他一边骂一边踩着荒草，甚至踩到石头也被他一脚地踢开。我青战的妹妹千娇百丑，
哪里可能经历过你说的那些残酷事？她是幽王妃，注定了这辈子受尽宠爱。小爷真的信了你的邪，差点被你骗了。不得不说啊，你的演技……忽的，他不骂了。他看向了10米远处的一个地方，那里依旧被荒草掩盖着，可是隐约间，一阵风吹来，荒草被吹动，露出了一片裙子的一角，似是变浅的紫色。青战整个人都不动了，声音像是哑住了。他看着那个地方一动不动，明明想要迈腿走过去，但是那双腿却好似有千斤重一般抬不动。清月也顺着青战的目光看到了，原来是落在了那里，被荒草遮掩着看不清楚。原来他没有被狼吃掉啊！清月别过眼，那是他呀。他不敢看自己变成白骨的身体，但是青战动了，他抬起脚一步一步地走向那里。二哥！可青战好像听不见，他突然抬起脚加速地跑了过去。二哥！青战终于跑到了，在一片荒草中，他看到了一具森森白骨和已经褪了颜色的裙子。他颤颤地蹲下身。这是谁？他是谁？他为什么穿着我送给小妹的衣服？为什么？啊！可是没有人能够回答他，只有簌簌的风声。清月早已经泪流满面，他哽咽着，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的小妹最漂亮，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不是我的小妹，不过就是一件相似的裙子罢了。一堆白骨，就说是我的小妹，实在是太好笑了，实在是。他一边说一边笑，双眼却又是流泪，终是话未说完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整个人跪倒在了地上，不停地咳嗽出声。二哥，你别这样，我没死，我还活着，你看看我在这儿，二哥，我还活着，你看看我是月儿啊，我是月儿。小妹，你是小妹？二哥，我是月儿，我被清月瑶害死之后，醒过来就成了秦婉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就是又活过来了，活在了秦婉的身体里。疼不疼啊，小妹？你疼不疼啊？你这么娇气，却被人刺了这么多剑，流了那么多血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你疼不疼啊？他大声地问。不疼，二哥，我不疼，你别哭。你看我不是没事吗？我没事儿，我活了，我又活了。清月手忙脚乱地去给青战擦着眼泪，他从来没有见过二哥哭成这样，他快要崩溃了，他好痛好痛的样子。怎么会不疼呢？那么高啊，那么多的剑，怎么会不疼？你是不是一直在喊哥哥？是不是一直在喊我？可是哥哥没有来，没有人来救你，是不是？青战好似看到那一天的画面，他受不了，整个人痛到痉挛。二哥，你看看我就在你面前，我没事了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我难受。清月也在哭，他紧紧地抱着青战，安抚他。你在我面前，可是我却认不出你，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呢？我们一起长大，同吃同玩，可是二哥怎么会认不出你呢？二哥怀疑你，厌恶你，且将杀害你的凶手保护得那么好。二哥错了，二哥对不起你，月丫头，二哥对不起你啊，我对不起你。他伸出手狠狠地甩在自己的脸上，清月吓死了，忙按住他还要继续打自己的手。我为什么会认不出你来？我为什么看不出他是假的？为什么？不是你的错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看看我活过来了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，是害死我的人的错。清月完全没有想到青战的反应会这般大，他却不知青战受到冲击不仅仅是他的惨死，更有他没有好好保护好妹妹的自责和没有认出凶手来的愧和恨。二哥，
你仔细看着我，我就是换了个模样，但我还是你妹妹，我是清月。我记得咱们在一起发生的所有事情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年，我跟平阳偷偷跑到梨园去看戏，结果我们2个人偷偷穿上戏服，也跑到台子上乱唱一通，结果被你发现了，你还把楚燕也给喊过来了，记不记得？还有，娘亲过生辰的时候，你想在娘亲面前卖乖，学我做长寿面，结果把厨房给点着了，记不记得？还有呢，我有一次跟平阳去山上偷偷打猎，结果掉到陷阱里了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结果是你找到我的。还有，我们夏天的时候去北郊里头摘西瓜吃，结果被老农民放狗咬，我们放了金元宝在地头上，那老农非说是假的。还有，清月不停地说着他们2人的过往，他们经历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。秦战再也忍不住，终于一把将面前的秦婉给抱住，紧紧地抱在了怀里。二哥，是上天有眼，老天也不让坏人好过，让我死而复生。你不要难过了好不好？你看，我虽然变了个样子，但我还是你的妹妹。秦战浑身都在颤抖，想到之前明明他的小妹都给过他提示了，可是他就是想不到。也怪小妹之前说他眼瞎，他就是眼瞎，还耳聋。二哥，不哭了好不好？我死而复生的事情太过于诡异，也怕被别人当成妖怪，所以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，唯一的一个人。二哥，我最信任你，你振作起来好不好？小妹，哥哥身上有个胎记，还记得在哪里吗？清战小声地问道。其实已经肯定了面前的秦婉就是自己的妹妹，可他还是没有忍住地问出声，因为那是他跟小妹在成长过程中记忆极其深刻的一件事。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在右边屁股瓣上，据娘亲说是个心形的，所以从我知道这件事开始，就想着瞧一瞧那胎记，但你不让。我们2个为这件事闹了好多年，直到我长大了，这心愿也没得成。小丫头，还惦记着呢。二哥，我都长大了，早就不惦记了。丫头，跟二哥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清月吸了吸鼻子，将他的遭遇缓缓道来。清战听得眼睛越来越红，眼中的杀意似要凝聚起来。所以这一切都是青云瑶设计的，他嫉妒你，所以害死了你，嫁给了楚燕。这么多年，楚燕也被他骗了，就是没发现娶的不是你。二哥，楚燕知道一切，当初青云瑶杀我的时候亲口说的，是得了楚燕的首肯，还说他们2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不可能！小妹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你与楚燕青梅竹马，二哥是看着你们一路走来的，他对你的感情和呵护都做不得假。若说他会去碰楚云瑶，二哥我不信。在楚燕眼里，瑶表妹青云瑶自己生了龌龊心思，对你下了杀手，想必在害你之前故意说了那些话误导你。小妹，二哥不信楚燕会弃你选他，楚燕她应该也是被蒙骗了。二哥，是真的。本来我也怀疑青云瑶是故意那么说的，可是后来我就信了。一个男人就算再爱一个女子，也不会要一个失了清白的妻子。什么意思？小妹，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二哥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小妹，你别藏在心里，都告诉二哥好吗？3年前，不，准确的是说3年半之前，有一天青云瑶告诉我，说是在京城南区发现了一家茶楼，里面有很新鲜的玩意儿，说是那老板发明了一种茶酒，吸引了很多人想着过去尝尝。二哥你知道的，我这人最喜欢新鲜东西，想着也是闲来无事，便跟着青云瑶去了。谁会防备自己的妹妹呢？
我们要了包厢，就我们2个人，点了茶酒，要了几盘点心，喝了几口，确实唇齿留香，既有茶的清香，又有酒的醇香，我便多喝了几杯，后来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秦冉安静地听着，他有些不敢想后面的事情。当知道了青云瑶的狠毒，他怎么敢想后面发生的事情呢？等我再次醒来，便是在一家茶馆的屋子内，衣衫不整，失了贞洁，而楚燕当时就在我的身边。二哥，我以为是楚燕，当时楚燕也并没有否认。我很害怕，你知道的，我平常虽是爱玩，但是爹娘平日里耳提面命，女孩子要爱惜自己，万不可行差大错。我哪里敢做出格的事情，我害怕极了，慌得不行。可楚燕说她会娶我。青冉双眼赤红，紧紧地握着拳头。不是他对不对？那男人不是他，是吗？青冉猜到了，恨死了，咬牙切齿。他们兄妹2人坐在落叶山断崖的底下，周围是成人高的荒草，旁边是一堆森森白骨，那是小妹的尸体。一个在叙述痛苦的往事，一个在痛苦的聆听。他们相互取暖，彼此依靠，相互支撑着彼此。我以为是他，他一直也没有否认，只是当时他的脸色很不对。我知道他是因为伤了我而心里不好受。后来我回去问青云瑶，他说是因为我吃醉了酒，他扶不住我，所以才给我在茶楼开了个房间。后来回来准备喊人的时候，遇到了来寻我的楚燕。清月平静地叙述往事，如今想来步步都是圈套。青冉深深地闭上眼。二哥，1个月后我怀孕了。怀孕？是谁？是谁的孩子？我以为是楚燕的孩子，二哥，我还傻傻的去告诉他，他要当爹爹了。你说我知不知羞呢？他当时脸色好难看，好半天都没有反应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可惜我高兴傻了呀，完全没看出他的一样，像个傻瓜。我还当他是被惊呆了，却哪知我怀的其实是个腹不详的孩子，是一个乞丐的孩子。小妹，二哥，我也是被青云瑶杀死的时候才得知的真相。之前一直以为孩子是楚燕的。二哥，我丢了清白，怀了腹不详的孩子。楚燕她受不了，她可以跟我退婚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脸缠着她，可是她为什么不退婚？她却偏偏又跟青云瑶在一起了。他们苟且在了一起，却又怕失去将军府的助力，就设下杀我的毒计，又幻化成我的模样，取代了我的一切，将你爹爹世人都蒙骗在鼓里。二哥，我恨他们，我恨死他们了。青冉心疼地抱住清月，他也恨死了，恨不得将青云瑶碎尸万段，恨不得将楚燕千刀万剐。小妹，二哥会给你报仇，我回去杀了他们。二哥，你千万不要冲动，这件事要从长计议，一旦弄不好，恐会连累咱们家。青云瑶现在顶着我的脸，如今她又是幽王妃，她要是出什么事儿，那定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楚燕不会袖手旁观，一旦打草惊蛇，倾家危矣。二哥，这一次就是因为我打草惊蛇了，才让你中了毒，差点丢了性命。青云瑶和楚燕的背后还有一个邪毒药师。于是清月快速地将青云瑶吃了幻眼蛊一事说了出来。你说这次我中毒是青云瑶下的？是。小妹，你说怎么办？二哥，我这里有个计划，你在青云瑶面前千万不要露馅儿，千万不能让她知道我就是清月。我死而复生这件事儿太过于诡异，若是被她知道，恐引起大乱。但因为你中毒，我被迫暴露，所以你回去以后就这样说。清月早就想好了，只要二哥相信他，
接下来就是他反击的时候。小梅，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没那么容易，他与楚燕一体，还有父母双亲的守护。二哥，一旦我们暴露，处于危险的是我们，谁知道青云瑶背后的那个邪毒药师会做出什么事儿？你这次中毒便已经提醒了我，我怕一旦捅破所有的事情，青云瑶会疯狂地拉着所有人同归于尽。所以二哥，我们暂且隐忍，只要将他背后的那个人找出来，断掉他的靠山，而我一定会炼制出破解他幻眼蛊的解药，我要让他无所遁形，得到的一切都失去。小梅，你现在跟凤鸣……二哥不用担心，我跟凤玲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有共同的敌人。他帮我报仇，我帮他治病。他病了？他中了毒，要不是我，他都活不了多久。二哥，我跟他说了，我的身份是清月的师姐，他不知道我的秘密，你到时候别露了破绽。二哥，你怕我不？小梅，你说什么傻话？二哥感激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怕？二哥，我们回去吧，京城那边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我昨晚上夜闯幽王府，给楚燕喂了一颗毒药，幽王府这边怕是翻了天。你暗杀楚燕？若不是怕青云瑶疯了伤害家里人，我昨晚上就想直接杀了楚燕。楚燕不知道是你干的吧？不知道是我只告诉他我是清月，回来找他复仇的。不怕，二哥在呢。二哥，咱们回去吧，出来这么久，爹娘肯定担心坏了，你要赶紧回家，顺便还要应付青云瑶。放心，二哥有数。这时候他回头看向了属于小妹的白骨，一点点包起来。二哥，算了，别包了，就留在这里吧。不行。青战摇了摇头，没有理会清月的话，而是郑重的小心的一块一块将白骨收了起来。走吧，上来，二哥背你。好。青战背着清月，一脚一个脚印朝着外面走。二哥，别告诉爹娘，他们受不住的。早晚爹娘都会知道的。小妹，二哥思来想去，都不能让你的身份暴露，毕竟是借尸还魂的事情，若是被有心人利用了，你会很危险。不管是对谁，你都只是清月的师姐，你就是清婉。好。这边青战背着清月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落叶山顶，另一边的幽王府却是整个大乱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，都给本王妃滚出去，滚！青云瑶接到楚燕受伤的消息，便第一时间赶回了幽王府。当看到楚燕心口中刀且又中了毒的时候，整个人都炸了。府上的大夫、宫中的御医齐齐涌入了幽王府。皇后驾到！皇后在嬷嬷的陪同下匆匆而来。燕儿怎么样了？母后，王爷他中了毒，心口还中了刀，现在还昏迷不醒。皇后的身躯一晃，幸亏身后老嬷嬷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。御医怎么说？哗啦啦，宫中来的御医、府上的大夫当即跪了一地，一个个战战兢兢地抖着身体，慌得不行。全都是酒囊饭袋，皇上养你们这些人有何用？连个人都救不了。燕儿府上侍卫众多，更有影卫护着，是什么人竟将他生到这般？京兆府、大理寺可是抓到凶手了。地上跪了一地的人谁都不敢说话。娘娘，你要保重身体，万不可就此倒下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救王爷啊。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救人。月丫头，赶紧想办法救救燕儿，她不能出事，绝对不能出事。母后，王爷哥哥一定会没事的，一定会有办法。到底是不是清月？他是不是还活着？他前面刚给青战下了毒，逼迫他出来，结果他转身就对阿燕哥哥痛下杀手。这个女人怎么可以这样狠毒？她怎么敢？对了，师傅，他要去找师傅，如今只有师傅能够救阿燕哥哥的命。母后，
你在这里照看着阿燕哥哥，我去找人来救他。秦云瑶匆匆地离开王府，驾着马车便朝着山坳处跑去，一路催着驾车的马夫，让马车跑得飞快。咚咚咚！师傅，您在不在？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师傅，阿燕哥哥他受了重伤，被人下了毒，还用匕首给捅了。他现在生命垂危，求您快去救救阿燕哥哥吧！放开手！什么人干的？不知道是不是清月。师傅，你给我的毒液我已经让清战喂下去了，他中毒了，而且御医都束手无策，消息都放出去了。只要清月没死，他一定会上门来救清战。我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他。谁知道他自己没来，竟是派了好多的高手，不仅打伤了不少人，还把清战给救走了。而且当天晚上，阿燕哥哥就被人暗杀，受了重伤。师傅，求您去救阿燕哥哥吧，再晚了就来不及了。秦云瑶快速地将这2日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。所以到最后，你连那清月的面儿都没见到，压根儿什么线索都没查到，他究竟死没死，你也不知道。师傅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。前天晚上有人夜闯将军府，只去了清月当初住的房间，据说是拿走了一个木箱子，也不知道里面放的什么。师傅，我猜测那就是您要的东西。你说什么？师傅，那木箱子藏得很是隐秘，谁能想到清月的房间里面竟然还藏着暗格。这几年我前前后后都找遍了，也都没有找到，但是这一次直接有人奔着暗格而走，拿走了里面的东西。废物，这么多年就在你眼皮子底下的东西你都找不到，老夫等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是有了消息。既然已经出现了，万没有流落在外的理由，老夫就陪你走这一趟。但是那晚上的贼人，你必须帮老夫找出来。师父放心，瑶儿一定竭尽全力。你让老夫出山，不怕引起那楚燕的怀疑吗？秦云瑶抿了抿唇，面上纠结，却没想到怎么说。哼，到时候你就说老夫是无双老人，无双现世，那跟他有关的人自是坐不住的。何况老夫也需要这么个身份。鬼面老者回屋去拿了几样东西，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，但是出来的时候面上的鬼面具已经摘了，露出了一张苍白有些干瘦的脸，像是常年不见阳光似的，透着几分阴郁。走吧。好，师父这边走。将鬼面老者请到了马车上，秦云瑶一声令下，朝着幽王府就奔去。皇后娘娘，我师父来了，他能救阿燕哥哥。月丫头，这是……母后，这是我的师父无双老人，他能救燕哥哥的命。他真是无双老人。母后，事关重大，月儿哪里敢说谎啊！请前辈救救我儿。人在哪儿？这边。二话不说，带着自家的师父就进了屋子。鬼老进了屋子，看到了床榻上的楚燕，他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伸出干枯的手把了把脉。道上不致命，只要把毒解了就行了。接着就见鬼老从带来的东西里拿出了一个小罐子，他先是给楚燕喂了点东西，接着拿出匕首在他的手腕上画了一个口子，然后将罐子里的东西放了出来。那是一个黑乎乎的虫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母后，师父给人治病自有他的一套准则，不喜别人质疑，师父也不会害阿燕哥哥的。接着他们两个人就瞧见那贴近楚燕伤口的虫子开始咕咕地喝血。母后，他是在帮阿燕哥哥吸毒。此时他看到楚燕的脸色好像也好了一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黑色的虫子已经变得胖胖的，像是吃撑了一般，趴在那里一动不动。鬼老这才将虫子捏起来，重新给扔回了罐子里。好了，一会儿便醒。师父，
我给您安排好了房间，在东边的院子，那里比较幽静，不会有人打扰，您去那边休息一下。秦玉瑶嘱咐了2声，亲自将自家的师傅送过去，不假他人之手。师傅，您好好休息，不会有不长眼的过来打扰您。等到了用膳的时候，我再亲自过来给您送。这边青云瑶匆匆地赶回来，吩咐小厨房先把清淡的食物给煮上，又赶紧熬治伤的药。母后，阿燕哥哥醒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应该快了。本宫看到燕儿的手指头刚动了，脸上的青灰色也退了。那就好。秦玉瑶喜极而泣，拿着帕子沾了沾眼。而这时皇后的眼神复杂，欲言又止地看着秦玉瑶。月丫头，你跟无双老人……终是没忍住地询问出声。秦玉瑶睫毛颤了颤，开口说：母后，其实我一直都没说过我的师父是无双老人，只是师父的性格孤僻古怪，不喜这件事被别人知道，我便一直没有对外说过。而师父平日里有行踪诡秘，我们甚少见面，甚至有时候几年都见不到一面。唉，这一次我二哥中毒，药石无医，我走投无路之下，尝试着去联系了一下师父，谁知道师父竟然就在京城内。哪曾想师父还没救我二哥，阿燕哥哥就又中毒了，所以我当机立断便去找我的师父。我当时真怕我师父已经离开了，好在没有，阿燕哥哥也终于是得救了。就在这时，床榻上的楚燕悠悠地睁开了眼睛。燕儿，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阿燕哥哥。怎么了？下意识的一动，接着刺痛传来，迟钝的记忆也蜂拥而至。暗杀，蒙面女刺客。楚燕那双寒凉幽深的眸子瞬间一个紧锁，她记起来了，我是3年前被你亲手推入万丈深渊的人。阿燕哥哥，你看起来好震惊的样子，是不是一定以为我必死无疑？可是苍天有眼，我活着回来了，所以你们的死期该到了。穿肠烂肚的毒药，这是回敬给你们的，告诉青云瑶，他害我二哥一次，我便给你下毒一次。如果他再敢伤害我的家人，我会杀了你们，同归于尽。楚燕心跳如雷，只觉得脑袋要炸开了一样。那女刺客句句透着狠厉，句句说着她听不懂的话。可是她说她是清月，她是谁？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她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阿燕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再对上面前清月的眼神，楚燕定定地看着这张脸，不对，不对劲，有什么地方不对？可是她想不出来。她说的告诉青云瑶，那话又是什么意思？青云瑶不是早死了吗？清战如何了？阿燕哥哥，你有所不知，你遇刺的那一晚，亲家也出了事，有刺客夜闯亲家，劫走了二哥。燕儿，你先没必要关心别人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别动，好好躺着。哎呀，这次多亏了月儿丫头，要不是她的师父正好在京城救了你，你这条命……皇后话说到一半，便抿紧了唇瓣，没法说下去了。母后，儿臣没事。月丫头，你的师父是？月丫头的师父是无双老人。无双老人？阿燕哥哥，师父不让我说，所以……这次是月儿你救了我的命。阿燕哥哥，你没事就太好了。若你真有个3长2短，我怕也是活不下去了。傻丫头。楚燕宠溺一笑，心口的爱意满满张张。燕儿，你既然醒过来了，母后就先回宫了。你父皇还在宫中等着，母后也好把这个消息告知你父皇。听到母后提及自己的父皇，楚燕的情绪淡了淡。他从鬼门关走了一趟，他的父亲却都不曾入府看他一眼。想当初凤临出事，
父皇可是直接守了他1天1夜，还真是厚此薄彼啊。好，母后注意安全。你身体好点了，别忘了去拜访无双前辈。月丫头出来送送母后。秦云瑶忙得起身相送，她跟萧皇后一起走到了外面。母后，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燕儿遇刺受伤这件事儿，不少人都在关注着。无双老人救了他的消息定也瞒不住，且皇上那边也一定会过问。无双前辈是你师父的事情，本宫会跟皇上解释，皇上定然能理解你不说的原因。但是皇后一顿，接着说，皇上一定会让你牵线让无双前辈去给凤灵治腿。月丫头，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吗？母后放心，我会跟师父说明白的。玉王爷那双腿本就废了的，师父虽然医术出众，却也不能起死回生的。听到这话，萧皇后的眼中闪过了一道赞赏，遂才离去。另一边，青战背着清月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落叶山崖底。因为绕了远路，等回到王府的时候，天色都有些暗了下来。王妃、青二少，王爷正好在用膳，请你们过去。好。青战先把怀里的东西放回清月的药房收拾好，这才跟着清月一起去了膳厅。凤灵坐在主位上，桌子上摆放好了饭菜，都还冒着热气，可见是刚端上来不久。凤灵抬眼看着二人相携而来，那种不自觉的亲密气氛让她的面色绷得更紧。王爷，玉王爷，坐下吧。青战和清月随即坐下，二人相邻而坐，离得很是近，倒是将凤灵孤零零地隔离出来，离得有些远了。凤灵薄唇一抿，脸色更加冻冷了几分。青二少知道真相了？青二少打算如何做？玉王爷，有些话现在说了还尚早。小妹的仇，我们青家一定会报，但父母双亲却是被蒙在鼓里，甚至青云瑶如今还顶着小妹的模样。有些话说出来，不仅会引起轩然大波，怕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，还需得从长计议。先用膳吧。二哥，你吃完了就回将军府去，青将军和夫人肯定担心坏了。一声二哥让凤灵的剑眉不着痕迹地挑了一下。二哥出去了一下午的时间就成了二哥了，哼。青战点了点头，然后看到桌子上有水煮虾，便用筷子夹了一个，而后剥了虾皮放到了清月面前的碗里。吃吧。他记得小妹从小最喜欢吃虾，却又不愿意沾手去剥。这一幕落在凤灵的眼中，她的目光瞬间冷冽了下来。手边一个茶杯，只见他手一挥，茶杯就直接冲向了青战的门面。清月一声惊呼，青战头一偏，茶杯顺着耳边飞过，撞在墙上，砰的一声，四分五裂。王爷什么意思？哼，是本王想问你干什么？你是当本王死了，当着本王的面儿给本王的王妃剥虾？青战一愣，清月也一怔，万没想到是这么个原因。王爷，青二哥只是感谢我将真相告诉他。青二哥改口的这么快，不过1下午的时间，这关系就这般亲密了。凤灵，你什么意思？哼，今晚本王能让你们孤男寡女今日一起出去，已经给足了你面子。若是你们连最基本的分寸都掌握不好，就别怪本王不客气。哼，不客气？王爷想怎么不客气？他的桃花眼眯起，里面盛满了冷光粼粼。随即他放下了手中的筷子，抬起头看向了凤灵。玉王爷，秦三姑娘已经都告诉我了，你们之间也不过就是一场合作交易，王爷管的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哦，王爷也别拿什么玉王妃的身份说事儿，这玉王妃怎么来的，王爷心里最是清楚。还有，王爷跟秦家嫡女那不清不楚的关系，青儿，你想死吗？王爷要杀了青某不成？两人四目相对，俱是一片冷意森森。够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们现在应该想想接下来怎么做。毕竟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，如今青公子已经知道了真相，也算是跟玉王爷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既是合作关系，那便没必要为了无关紧要的小事闹翻。凤灵，楚燕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凤灵沉着一张脸，没有答话。凤灵，楚燕没事了，被人救了。清月的眉眼一眯，竟是这么快，刀伤不致命，可他下的毒却也不是简单的毒，竟然这么快就破解了。不是宫中御医解的毒吧？
不是，本王的人一直在暗处观察。萧皇后去了幽王府，青云瑶出了一趟幽王府，带回来个人救了楚燕。什么人？不知，接下来那边一定会有动作。二哥，你这次回去之后，青云瑶一定会试探你，到时候你就按照我们之前商量的来说，还有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我现在回去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兄妹两个人的视线对上，虽是都没开口，但是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鼓励。凤玲看着两个人含情脉脉的样子，幽深的瞳孔冰色更深了。青战走了之后，凤玲抬起眼看向了清月。你看上青家老二了？什么？清月一脸懵地抬起头。今晚本王与你之间的合作，最初便是你先提出来，本王许你2年玉王妃身份的位置，那么你是不是也该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？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跟青儿攀上关系？凤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过是刚刚认识，便已经喊上二哥了，本王冤枉你了。凤玲，别说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就算是有，也别拿你那小人之人去乱揣测别人。青二哥说的对，你自己都跟秦家嫡女不清不楚，哪里来的脸来说别人啊？我吃饱了，你慢慢吃吧。清月走了，膳厅就剩下了凤玲沉着脸坐在那里。这边青战离开了裕王府，便直接回到了清家。二少回来了。二少爷回来了。因为青战的失踪，刘婉更是一病不起。听到通传，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冲出了屋子。爹娘，你这臭小子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到底去了哪里？爷娘，怎么进屋去说？爷娘，我不是派人送了4条回来，你们没收到？你被劫走的时候身中剧毒，人又一点踪迹没有。得了字条，我跟你娘就不用担心了，还当是坏人丢的烟雾弹，用来故意混淆视听的。我跟你娘都觉得你凶多吉少了。我也不知救我的人是谁，那人戴着面具，说曾受过卿家恩惠，但不想现身。我之前醒来之后，就怕你们着急，拜托他给你们递了字条，等我彻底能下地了，就赶紧回来了。青雷山和刘婉对视了一眼。回来就好。不管救了战儿的人是谁，都是咱们卿家的大恩人，赶紧派人去通知你小妹一声，她这几天定也是吓坏忙坏了，不仅担心你的事情，幽王爷那边也是遇了刺。不过你小妹也派人送来了消息，说幽王爷已经苏醒。什么？幽王爷也遇刺了？爹，我过去一趟吧，正好去看看王爷和小妹。也好。娘，我回来了，没事了。这2日让你担心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儿子去就回。之后青雷山送青战出门。战儿，刚才你娘在眼前，爹就没拆穿你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劫了你，又救了你？青战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脚下的步子也是一顿，还未开口，就听青雷山接着说：别说什么不知那人的身份，你是爹的儿子，爹怎么会不了解你？何况那晚上来劫持你的人都是顶级高手，且杀了人，死的是幽王府的暗卫，是幽王派来保护你小妹的，且当晚幽王爷也被刺杀了，这一切绝不是巧合。爹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救我之人是什么身份，也许跟那晚的刺客不是一伙的呢。等我去了王爷府上回来以后再说，看看能不能碰撞出有价值的线索。爹，我先走了，有什么话回来再说。接着就跳上了府门口早就等在那里的马车。天色已经黑，马车哒哒哒的直奔幽王府。一接到通报，青云瑶便已经快步奔了出来。二哥！青云瑶奔了过来，一把就扑进了青战的怀里。二哥，你怎么样？你去了哪里？我好担心你啊！二哥没事了。二哥，你毒解了吗？身体好了吗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是谁把你抓走了？二哥没事，别担心，都好了。这不一回来，二哥就过来看你了。哎呀，二哥，到底是谁将你给解走了？你的毒又是怎么解的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先进去再说。便跟着青战一起进了王府。我听说王爷被刺客暗杀，现在怎样了？阿燕哥哥他也没事了，不过阿燕哥哥这会儿正在休息，等一会儿他醒了，二哥你再过去。他直接带着青战去了会客厅。二哥，你现在可以说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青战是真的看出来了，面前的青云瑶和急切，真的一切都被小妹说中了。他急切地想要从她的口中套出真相，因为他不敢肯定小妹清月是否活着，是否会告诉他落叶山顶之事。小妹，
二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二哥重迷昏毒，醒过来之后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。秦云瑶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眼睛都变得凌厉起来。什么奇怪的女人？小妹，这就是我匆忙过来找你的原因。那个女人一直戴着面具，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，但是她跟我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青战装作疑惑地皱着眉头。二哥，她说什么了？哎呀，你倒是快点说啊，别拐弯抹角了。月丫头，那怪女人说……青战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半天没有说话，急得青云瑶的心脏七上八下的。说什么啊？她说她才是清月。青战出声，这是之前跟小妹商量好的说法。果然，下一刻青云瑶的呼吸当即卡住，连眼皮都跳个不停。什么？二哥你在说什么呢？二哥也没听明白，但是那女人说了不少咱们亲家的事儿，甚至还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。她还说她是被姚表妹害死的，被推下悬崖。胡说八道，这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二哥你信了？我信什么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我的小妹就在我眼前，我去信一个女疯子。二哥让她摘下面具，她都不肯。虽然她说了不少咱们家的事儿，但二哥怎么可能信她呢？只能说那女疯子功夫下得深，将咱们家的不少事情调查的都挺清楚的。若是青战瞒着或者编个谎言，青云瑶反而会怀疑，而他这般堂堂正正地说出这些话，却让青云瑶更相信青战是相信他的。青云瑶的心里冷笑，幸亏当时他用剑划烂了他的脸，这简直是他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了。那他人呢？二哥本想将他抓回来的，他见二哥不信他的话，便跟二哥动了手。我当时刚刚解毒，身体都还未恢复，哪里是他的对手，让他给跑了。青云瑶咬着牙，从二哥的脸上也的确看不出什么异样。二哥，那他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咱们必须派人去把他抓回来。你中毒性命垂危，他却将你劫持又给你解毒，这毒肯定就是他下的。对了，那夜你瞧见的刺客肯定就是他，如今他又跟你胡言乱语这么一番话，挑拨咱们兄妹二人的关系，明显不安好心。二哥，我们必须将他抓回来，严加拷问才行。二哥知道他那房子就在东区淮南街那边，我估计他不会回去了，肯定早跑了，怎么可能让我抓到？秦云瑶见青战对他没有任何的怀疑和防备，直接有问必答，心里最后的一点怀疑也放下了。秦云瑶紧绷一晚上的心情总算是舒朗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通传声，说是王爷醒了，要见青战。二哥，阿燕哥哥醒了，咱们过去吧。青儿来了。楚燕抬起头，看向了跟在青云瑶一起走进来的青战。妹夫怎么样了？青战私底下跟楚燕的关系极好，会喊她妹夫，人前便喊她王爷。没多大事，死不了，坐。楚燕难得的开了一个玩笑。阿燕哥哥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还有你，怎么刚醒来就看书，就不能歇一会儿？好，听月儿的，不看了。青战坐在一旁冷眼看着楚燕这个男人，他曾经对小妹的感情绝对不是假的，哪怕小妹失身怀孕，青战总觉得不对劲。他不是情月，他的思维被仇恨固定，他是根据观察细节推论思考。二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阿燕哥哥跟你说话呢。什么？刚才在想，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，竟夜闯幽王府，一时失了神。刚才阿燕哥哥问你身体如何了，我跟阿燕哥哥说了那个女疯子的事情。已无大碍了。王爷伤势怎么样？无碍了，多亏了无双前辈。青儿，你也不知道吧？无双前辈是月儿的师傅。无双前辈？青战诧异的惊呼出声，心里重重一沉。如果青云瑶的背后的人是无双老人，那么一切似乎都说得过去了。二哥，不是我之前不跟你说，是师傅不让说。你这丫头是真长大了，都有自己的秘密了，连无双老人都是你师傅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能藏住。二哥，都说了师傅不让说，这次要不是你中毒，我也不会试着联系师傅。
没想到真的联系上了。以前师傅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压根都不在京都城。小妹，你去跟无双前辈说一声，看看二哥能否拜访一下，顺便请无双前辈帮二哥把脉。二哥怕那女疯子在二哥不知道的情况下下毒了。好啊，我去问问师傅有没有空，正好阿燕哥哥也想见一下师傅。那二哥，你在阿燕哥哥这里等我一会儿啊。好。青战点了点头，看着青云瑶出了门，回头便冲楚燕说道：王爷也是第一次知道月儿的师傅是无双老人。之前也不知道，月儿连本王也瞒着。青战的桃花眼眯了眯，他抬眼看向楚燕，想从他的脸上看出撒谎的痕迹，却不想他也在看自己，两个人四目相对。青儿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青战抿了抿唇，没事，余毒未清，又没休息好，精神不济。不过也是心里压着事儿。你说是什么人干的？给我下完了毒，又给你下，这人本事挺大呀。这次的刺客非比寻常，说了些本王听不懂的话。不过本王有种错觉，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在背后下一盘针对卿家和本王的大棋。不等青战说话，楚燕这边又继续开口：那女刺客话里话外似乎是为你报仇而来，之前本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如今想来，也许是为了挑拨本王与卿家之间的关系。青战谨慎的没有接话。另一边，青云瑶去了鬼老的屋子，告知青战回来了，想跟楚燕一起拜访他。鬼老屋子里连火烛都没有点燃，黑乎乎的一片。听到青云瑶的话，他咯咯的笑了两声。他怎么说的？青云瑶便将青战的话给叙述了一遍。师父，你说的对，清月确实没有死，不过当年他被我重伤毁容踢下了悬崖，就算是侥幸不死，也必然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他压根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他确实在青战的面前透露了我的身份，不过被青战当成了疯子，两个人好像还发生了冲突了。这不，我二哥一回来就将这件事情告知我了。哼，这样呀，那就好办了。师父，你这招引蛇出洞确实好用，现在只要能找到清月的藏身之处，便能将他束手就擒，也一定能够找到师父你想要的东西。派人盯紧了誉王府，他既然没死，总会再出现的，只要他一出现，便赶紧通知为师。是师父。啊，师父，我阿燕哥哥和二哥想要拜访你一下，我将他们带过来见见你。不必，为师这边还有些事儿，先离开一些日子。若你那边有什么消息，可去老地方询为师。啊，师父，你要走？师父，能不能不……青云瑶还想商量商量，鬼老阴沉灰暗的眼瞥了他一下，青云瑶顿时不敢说话了。那师父你保重身体，有什么事情便传信给我。鬼老摆了下手，便引入了夜色里。青云瑶回到了屋子里，青战抬起头：小妹，怎么样？无双前辈同意二哥的拜访了吗？唉，师父说他有事，已经离开了。这样啊。青战的目光闪烁了下，语气中似有些遗憾。师父就是这样的人，来无影去无踪的，我想见他一面都很难。这一次正想碰上师父回来，也是撞上了大运，等下次有机会吧。那就等下次，等无双前辈想见的时候，我们再拜访。既如此，那二哥就先走了，天色也不早了。啊，二哥，我送送你。不用，你好好照顾妹夫，我改日再来。出了幽王府，青战往前走了一段路，接着脚步一转，便朝着誉王府的方向走。他必须将这个消息告诉小妹，让她早做准备。平阳是翻墙出来的，他之前被娘亲给禁足了，直奔亲家，却又得知青战去了幽王府，于是平阳郡主马不停蹄地又追了过来。刚到幽王府，就瞧见了从府内出来的青战。他双眼一亮，刚想打招呼，
接着就瞧见暗影中一个黑袍的人出现，跟在了青战的身后。想到青儿这次被人下毒又被劫持，说不定就是他干的，当即就跟了上去。夜幕漆黑，流光暗转，街上行人无几。青战走得很快，走在路上的青战忽的一顿，接下来停住脚步，他蓦地回头，只见一片漆黑的暗影。谁？被发现了！青战顿时浑身警惕，手放在腰部，那里缠着他的软剑。他一把抽出腰间的软剑，对着黑袍人的面门直逼而上。不自量力！哈哈哈哈哈！干枯的手一扬，一个东西直接从他的手中抛出，冲向了青战的方向。剑尖一转，直接将那东西劈成了两半。那东西落在了地上，黑乎乎的肉虫在地上扭动，还有一滩刺目的血迹。什么鬼东西？青战满脸厌恶，一脚踩在那黑色的肉虫之上。该死的东西，你敢伤害老夫的孩子，老夫要你的命！臭东西，你才是找死！反手就冲了上来。可就在青战的剑挥向那黑袍老人的瞬间，接着手一扬，数个虫子从他的身上飞出，直接扑向了青战的面门。只见刀光剑影中，那利刃刷刷刷直接挡住飞向他的那些黑虫子。小子，倒是老夫小瞧了你。接着整个人瞬间拔地而起，五爪成钩，竟是直接朝着青战的心口抓了过来。大胆，你干什么？就在这时，平阳一脸愤怒地冲了上来。他找了好一会儿才看到了这条巷子，哪知道一眼就瞧见那黑袍人攻向青战的一幕。青战和黑袍人都吓了一跳，面色顿时就是一变。平阳，别过来！就见那黑袍人空中的动作一顿，弯成钩子状的手一个回身朝着平阳就抓了过去。青战双眼充血，怒喝一声，凌空而起，直接冲向了黑衣人。却在下一刻，黑袍人手一抓，弯曲的手指直接划过他的脸颊，微微刺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钻了进去。青战刚要动，整个人忽地失去了力气，砰的一声跪在地上，眼前幻影重重。青儿，还未靠近，就被黑袍人拧住脖子，直接掀翻在了地上。黑袍人朝着他走来，送上门找死的小家伙！嘿嘿嘿嘿嘿！一抬右手，一长形东西嗖的一下从他的手腕中窜出，竟是一条通体黑色的小蛇。青儿，救命！救命！老夫的小宝贝儿正好饿了，就让他吸干你的血如何？打断了老夫的好事，你该死呀！我是当今平阳郡主，你敢伤我，我爹娘不会放过你的！话还未说完，那黑袍鬼佬已是不耐，手一扬，手腕上的小蛇嗖的一下飞出，直接缠在了平阳的脖子上，尖锐的牙齿狠狠地咬进了脖子。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丝清明，看到躺在地上，此时正双手掰着脖子上的黑蛇的平阳，凄厉地喊叫：“平阳！”青战怒吼了一声，握紧剑便冲向鬼佬。我杀了你这个老怪物！他手中的剑直刺向鬼佬的脖颈，却被对方一手抓住。却不想青战猛地松开手，直接就奔向了平阳，一把扯下他脖子上的黑蛇，狠狠用力，直接将蛇拽成了两半，往地上一摔。鬼佬大概也没想到青战会不顾自己的生死，弃了剑直接去救那个女娃子。当看到他疯了似的将他的蛇给拽成了两半，鬼佬的眼中满是杀意，一掌就拍向了青战的后背。青战一口血喷了出来。青儿，青儿！快跑，快跑，去找风铃！青战趴在他的耳边快速说道，接着将他狠狠的一推，而同时鬼佬揪起青战的后领，将他狠狠的甩在了地上，接着就要去抓平阳，却是一下子被青战给抱住。跑啊！小子，你找死！砰砰砰，一掌又一掌狠狠地打在青战的身上，可他像是完全感觉不到疼似的，紧紧地抱着他。快跑！青战血红着眼，眼看平阳吓傻在原地，一边吐血一边怒吼，另一边却死死地抱着黑袍老者。平阳被吓傻了，却终于在青战的厉吼声中回过神来。
他转身就跑，双眼都是泪。眼看着平阳跑出了小巷，青战终于失去了最后一点力气，倒在了地上。他没死，只是面前一片模糊，浑身都痛，意识也越来越模糊。昏沉间，就听到阴恻恻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老夫会让你生不如死！”嘿嘿嘿嘿嘿。平阳一直跑，一直跑，眼泪都没有断过。他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。疼，好疼，他的脖子好疼，浑身都好冷。可是他不能停，他要找人去救青儿。青儿被人抓住了，他在挨打，那个坏人一定会杀了他的。誉王府，平阳眼前越来越黑，脑袋也越模糊。可是他不能停，不能倒下，否则就没有人去救青儿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誉王府的大门隐约就在眼前，进了，终于进了。砰的一声，平阳摔倒在石阶之上。他费力地往前爬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拍响了誉王府的大门。大门打开，露出了门卫的脸：“救青儿！”接着便昏死了过去。门卫差一点一脚将人给踢飞，可是仔细看清楚了那张脸之后，顿时一口凉气被卡住。平阳郡主，快去通知王爷，快去！凤玲接下属下的消息，正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。就在这时，听到属下来报，凤玲拧眉匆匆地赶过去，见到平阳一脸血的样子，立刻就让钟武去将清月给喊了过来。清月此时在药房。王妃，平阳郡主受了伤，王爷请您过去。清月手中的动作一顿，转手拿着药箱就匆匆地跟着钟武赶了过去。此时的平阳已经被转移到了院子里，一眼进屋看到平阳的惨状，他自己都惊了一跳。怎么回事？清月快步上前，一刻没停就开始给平阳检查身体，顺便出声询问。不知平阳昏倒在府邸门口，他中了蛇毒，立刻便开始动手给平阳解毒。有没有生命危险？没事，能救过来。凤玲在一旁看着清月救人，咚咚咚，心口声如雷。凤玲抬起手按住了心口，狠狠地将那一股情绪压了下去。此时小厨房的药煎好了，清月接了过来，捏着平阳的嘴，一口一口地给喂下。今晚你不讨厌他吗？不讨厌，这是他的好朋友，打打闹闹了好几年，被自己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一口一个亲姐姐喊他的小郡主，他怎会讨厌？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，会被蛇咬到脖子，蛇毒有麻醉性，估计要等明天早晨才能醒过来。我在这里照顾他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凤玲抿了抿唇，放缓了语气，让丫鬟照看着你，这几天都没休息好，也回去休息吧，有什么事情会喊你。王爷这是在变相为今天晚膳时候说的话道歉吗？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凤玲面色一冷，有些僵，像是挂不住似的，转身操控着轮椅出了屋子。清月当然也没走，他就宿在外间，等平阳有了什么情况，他能第一时间知道。另一边，昏暗的房间内只有一盏烛火悠悠地燃着，鼻息间有着淡淡的血腥味。青善睁开眼，眼前有些模糊，甩了甩头才看清楚眼前的景象。这是一个陌生的房间，有些漆黑，入目是各种各样的罐子。他才动一下，才发现自己的手腕被绑了一起。醒了呀！青战一僵，你到底是谁？青战，青家的二少爷。嘿嘿嘿嘿，老夫今天抓你过来，就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若是老实回答，老夫可能会放你一条生路；但你若是不说，那老夫可能就要对不起你了。你要问什么？清月在哪儿？青战瞳孔一锁，下意识地咬了下牙齿，但没有出声。你一定很想知道我的身份是吧？告诉你倒也无妨，我那徒儿向来是个没脑子的，你回来演这么一出戏，他还真就当真了。可老夫不信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哼，倒是有骨气，你们清家人都挺有骨气的。接着他走到了桌子上，
拿起了一把钩子。亲家小子，若你如实回答老夫的话，老夫可会让你少吃点苦，否则……阴森的语气中满是要挟之态。清月既然没死，那他肯定把一切都告诉了你，对吧？他在哪里呢？老东西，本少爷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唰，下一刻，鬼佬手中的钩子猛地抬起，狠狠地扎进了青战的肩胛骨处，接着往外一勾，鲜血淋漓，甚至带着血肉。青战一声猛哼，额头上的冷汗瞬间落了下来。小子，还不打算说吗？本少爷说了，不知你在说什么。嘴还挺硬。鬼佬摇了摇头，将手上带着血肉的钩子往桌子上一放，自顾道：不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中了老夫炼制的3日罪，除了那清月知道解毒方法，谁都没法子救你。你们既然见上面了，老夫相信他肯定什么都跟你说了，说了他当年被害的有多惨，说了如今的清月是个假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，老夫有的是法子让你说出他的藏身之地。鬼佬说着，接着从桌子上拿来了一个小罐子，他走到了青战的面前，当着他的面打开，里面是一只蠕动的虫子，看起来既让人心里发毛，又有些恶心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老夫费了好几年的功夫练出来的真眼骨，只要这虫子钻进你的身体里，顺着血液钻进你的大脑，你就什么都会说出来了。鬼佬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手中的罐子靠近了青战。听到他的话，青战一声恶喊：蛊虫！这他娘的恶心东西全是蛊虫！这老鬼将他带到他的大本营来了。若这蛊虫真的入了他的身体，他当即就会暴露妹妹的秘密，到时候小妹就真的危险了。等等，怎么害怕了？害怕？少爷，我从小到大从来都不知道害怕这2个字怎么写。老东西，小爷就是好奇，想问问你，究竟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不仅长得一副鬼样子，就连住的地方也是这般阴森破烂，像是生活在阴沟里的臭虫。青战的话还没说完，鬼佬就抬手直接摁在他血淋淋的伤口上。青战顿时眼前发黑，一身冷汗。老夫看你是想死！老东西，丑八怪，有本事你就杀了小爷，小爷我不怕死。老夫知道了，你想激怒老夫杀了你不是吗？可惜老夫不会上当，老夫说过会让你生不如死。青战喘着粗气，一口血水吐在了面前鬼佬的脸上。鬼佬松开了青战，抬起手一点一点地将脸上的血水擦干净。看来是该让你尝尝被老夫的宝贝啃食的滋味了。他拿过那个盛着蛊虫的罐子，一边轻轻地抚摸着里面的红色蛊虫，一边说：亲家小子，能用上老夫这只真眼蛊，也是你的大造化。老夫耗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，也不过就练成了这么一只。要不是想从你身上套出清月的下落，老夫也舍不得用它呀。青战的心里也有些发冷，他能耐得住所有的酷刑，绝对不会暴露小妹的秘密，哪怕是死。但是如果是蛊虫控脑呢？那么他的一切便不受控制了。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就因为青云瑶是你徒弟，你就想帮着他为非作歹，助纣为虐吗？堂堂无双老人，竟然是一个道貌岸然、卑鄙无耻、丧尽天良的狠辣之辈。青战不解，怒骂：骂得好，青儿小子，
你妈的非常符合老夫的心意。那无双老贼就是个废物，道貌岸然的废物。你不是无双前辈。亲家小子，你确实是个聪明的，可惜了。你跟无双老人有仇对吗？我妹妹是无双老人的徒弟，你因为跟无双老人有仇，却又不是无双老人的对手，所以跑到大周京都来对我妹妹按下杀手，对吗？谁说老夫不是他的对手？无双老贼早就在老夫的手中化成了一片血水了。亲家小子告诉你也无妨，总归你今天是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。你猜测的确实没错，老夫的确跟无双老贼有仇，不共戴天之仇，恨不得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，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那亲家丫头，还有你今日遭遇的一切，你要怪就去怪那无双老贼，是他收了你妹妹当徒弟，教给他一身本领，将我们门派的传家宝都给了你妹妹。什么传家宝？那是老祖留下的东西，一本一典，一本独典。若得这2本典籍，名扬九州不在话下。老夫跟无双都是被师傅捡来的，却偏偏他得师傅青睐，学医练毒，而说我没有资格。而老夫研究蛊虫，费尽艰辛万苦，终于小有所成，却被说成心思不正，内心阴暗，将老夫逐出宗门，无家可归，只能龟缩在山中研究蛊虫。可那无双老贼却是不放过我，非说老夫杀人炼蛊是奸枉之人，非老夫武功，断老夫筋脉，将老夫逼迫的犹如丧家之犬。无双老贼宁愿收一个小丫头为徒弟，都不愿意将典籍给我。你说老夫焉能不报复？嘿嘿嘿嘿，无双老贼一定想不到老夫在蛊术一道会有这么高的成就，不仅杀了他收的小徒儿，更是让老夫的徒儿取代了他的一切。可惜呀，老夫找了3年都没有找到那2本典籍，却没想到峰回路转，那亲家丫头竟然没死。你说说，是不是老天都在帮老夫？难怪你师父看不上你，如果小爷是你师父，也绝对不会将你放在眼里。你就是个废物，心术不正，卑鄙无耻。我小妹3年前就被你们害死了，被你们的自私贪婪给害死了。你想要的什么典籍，永远都不可能拿到，你也不配拿到。臭小子，你给老夫闭嘴！你跟青云瑶，你们师徒2个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，你们的阴谋早晚会被拆穿。你就不如无双前辈，尽管你用卑鄙的手段杀了他。闭嘴！你给老夫闭嘴！无双老人德高望重，盛名在外，而你就是一只臭虫，阴沟里的老鼠。你闭嘴！老夫杀了你，杀了你！鬼老被侵占刺激的头脑发胀，双眼发红，手中的力道越来越大。废物，怪胎，垃圾，猪狗，不熟。侵占还在骂，以至于到最后他都发不出声音了，眼前只是一片红一片黑。他知道自己要死了，这也是他预料到的后果。他看出这个鬼老头心理扭曲，利用他跟无双老人之间的仇恨，逼他杀了自己。否则真言蛊入了他的身体，他一定会不受控制地供出小妹。侵占猛地被甩开，
空气喷薄而入，他大口大口的呼吸，咳呛出声：“小子，老夫差点上了你的当，你这是故意逼老夫杀了你呀！好，你很好，竟然敢如此洗刷老夫，你说老夫岂能饶了你？不让你吃点苦头，老夫这口气怎能咽得下去？”话音落下，直接拿过那只血红色的蛊虫，靠近了青战。这一次，青战终于变了脸色。滚开！有本事你杀了我！你这个丑八怪、废物、老怪物！他怒声吼着，可是这一次鬼佬却是怎么都不上当了。只听他阴恻恻地笑：“青家小子，好好享受老夫为你准备的礼物吧。”话音落，那只红色的蛊虫当即靠近他胸前的伤口，蛊虫入血，嗖的一下没入了进去。青战面色大变，这种恨怒和惊恐同一时间都涌现在他的眼中。他拼尽了全力调动体内内力，想要将那蛊虫逼出去，但是没用。他甚至能够感觉到那蛊虫在体内乱窜的感觉，似乎顺着经脉一路往上。不用抵抗，没用的。等他到了你的脑袋，可就由不得你控制了。杀了我！你杀了我！青战怒道。可是下一刻，脑袋忽地传来剧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啃食他的血肉，在他的脑袋中乱窜，甚至于他抵抗的意识也越来越弱。青家小子，你妹妹清月现在在哪里呢？我知道。他猛地甩头，用力地咬着舌尖，企图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不能说，绝对不能说。一旦说了，小妹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青家小子，别抵抗了，老夫早晚都能知道的。你扛住了，你爹娘不是还活着吗？老夫有的是办法将清月找出来。你说了吧，你妹妹她藏在哪里呢？老夫用8年时间研制出的镇眼蛊，岂会那么轻易被抵抗啊？青战，你妹妹清月她藏在哪里？岳王府，今晚，小妹。鬼老头瞳孔一缩，誉王府，是说清月藏在誉王府？那晴晚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名字很是耳熟，之前听姚丫头说过。青战，你说清楚，你妹妹是被秦婉藏在誉王府吗？妹妹就是。青战张嘴，惊天秘密就要破口而出。可也许是这个秘密太大了，他知道说出来妹妹会死，会被世人所不容。这天底下，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妹妹秘密的人。小妹那么信任他，他如何能将小妹再次陷入万劫不复之地？被控制的神智是在刹那间苏醒，只见他双眼忽地大睁，脖颈青筋鼓起，口鼻流血，双眼瞬间呆滞。青战成了一个傻子。你好，你很好，竟敢这般戏耍老夫！狠狠地抓向青战的脖子。可惜此刻的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了，说不出话，也不知道痛。鬼老怒到极致，却是桀桀地笑了起来，以为摧毁了自己的脑袋就能保住那个小丫头了。誉王府，秦婉，这个消息够了。既然问不出你，那么问那个叫秦婉的，他总能知道吧。鬼老阴恻恻的笑声在夜色里无比渗人。誉王府，清月只是小憩了一会儿，却忽的一阵心悸。他唰地抬起眼，外面的天色昏暗，却不知何时竟下起了雨。他拧了拧眉，起身走向内室。平阳还在昏睡，
但其实睡得有些不安稳，眉头一直紧缩着。清月拿起帕子给他轻轻地擦了擦汗，也不知道他梦到了什么，竟是一副陷入噩梦中的样子。平阳，清月知道陷入梦魇中的滋味，便喊了2声，想着通过外界声音的刺激，最少能让平阳从梦魇里出来，却没想到下一刻他唰地睁开了眼。青儿！平阳整个人从床榻上弹跳而起。平阳，你怎么样？救命！青儿她……青婉，怎么是你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六哥，不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应该去幽王府，去找亲姐姐，去找四哥。平阳，是不是青战出事了？他出了什么事啊？青婉，你给本郡主滚开！程依灵，我问你，青儿出了什么事？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敢冲着本郡主大声吼叫！你立刻给本郡主松开！来人，快来人！有没有人啊？他焦急又愤怒，可这个秦婉的力气很大，抓着他的胳膊却是怎么都不松开。屋子里的动静传到了外面，凤玲接过属下的禀告，沉着脸赶过来。程依灵，现在告诉我青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秦婉，你给本郡主滚开！青儿怎样都跟你没有关系，你让开！你若再敢拦本郡主，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吵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他操控着轮椅进屋，拧着眉。四哥，青儿出事了，你救救他，他被怪人抓走了。平阳，不要慌，出什么事情慢慢说。平阳一边哭着，一边将暗巷中发生的事情快速地说了一遍。清月的脸唰的一下白了。四哥，青战被抓之前让我来找你，你救救他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救他呀？他大声地说完这些话，抬脚就要往外面走。不行，我还要通知亲姐姐和六哥，我还要找母亲，找黄伯伯，一定要救青儿。先别去。凤玲直接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四哥，你让开，我要赶紧将消息传到幽王府，再耽误下去就来不及了，青儿一定出事了。平阳焦急的就想往外冲，下一刻胳膊却一把被扯住。别去幽王府，你要单独把清月喊出来。滚开，秦婉，你说的是什么鬼话？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是不是听到青儿出事，你心里正得意呢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青儿一定会没事的，她一定会没事。够了，闭嘴！程依灵，你从出事到现在整整过去了1夜，也就是说青战已经被抓走了1夜。这1夜会发生什么？清月话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了，他的心口处一抽一抽的疼。你想救青战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就凭我救了你的命。你以为你中的蛇毒是谁救的你？是我。程依灵，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解释，但是你想清楚，为什么青战救你的时候会让你来裕王府求救。现在我告诉你，你想救青儿只有一个办法，听我的，必须听我的。已经过去1夜了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你确定还要跟我闹下去吗？平阳都被喊懵了，竟被秦婉给吼得一愣一愣的。他下意识地转动眼睛看向凤玲。你要怎么做？凤玲抬起眼看向秦婉的方向，询问道。他无非是想见我，那我就如他所愿，我要去幽王府要人。凤鸣却在此刻拧了眉，他有些不赞同地摇摇头。秦婉，你冷静点，此事最好是从长计议。你去幽王府要人，你确定他们会承认？青儿毕竟是卿家人，那边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最终目的应该只是逼出你。我感觉很不安，我觉得青战可能出事儿了。平阳在一旁脑袋懵得厉害，听不懂他们两个在说什么。你决定了？凤玲拧眉，严肃了几分。如果秦婉上门要人，那就等于跟幽王府撕破脸了，而他代表的身份是裕王妃。是。好，本王知了，听他的。凤玲看向了平阳，只落下了3个字：当当当。已是5更天，但因为阴天的原因，外面还有些黑蒙蒙的，
平阳，你去幽王府将清月喊出来，就说你找他有事儿。二哥被抓走，楚燕被暗杀，幽王府现在的防御力如铁桶一般，无人能够闯入，所以只有将青云瑶弄出来，逼他说出二哥的下落。我本来就是要去告诉青姐姐，你想救青儿就什么都不要跟青云瑶说，只把她约出来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你平阳讷讷地张嘴，他觉得秦婉是不是疯了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秦婉这般的目光下，他硬是不敢出声，憋了一肚子的气，拉着平阳就往外走。松手！谁让你碰本郡主？本王跟你一起去。主要是看出了秦婉跟平阳之间确实要打起来，平阳对清月无比的信任，未必会按照秦婉的心意走。见四皇兄跟着，平阳的脸色顿时缓和了许多。誉王府的马车直接奔向了幽王府。天才刚蒙蒙亮，加上昨夜下了雨，长街上几乎没有行人。车厢内，平阳心里焦急不已，一眼又一眼地打量对面的秦婉，却见他一张脸更是清冷一片，眉头更是紧紧地锁着。这副模样将平阳弄得很是惊疑。幽王府到了，马车停在了长街的转角处。平阳，你记住了，进去将清月带到这里来，皇兄在这里等着，你别跟他提青儿被抓的事情，以免他乱了分寸。等过来之后，本王会亲自跟他说。还有，你四皇兄受了伤，身体尚未恢复，你也别告知他这件事。若他问起，你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。马车上，凤玲垂着眼嘱托了一遍，她难得说这么多的话。平阳的性子单纯，不会想太多，当即就点头答应了，甚至觉得六哥说的很有道理。咚咚咚，幽王府的大门被敲响了。门卫看到平阳公主大清早的拜访，都愣了一下，只当郡主是来看王爷的。平阳进了府，直接就说要见青姐姐。听到丫鬟的禀告，愣了一下，当即便劈身而起。平阳，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青姐姐，你跟我来，有人要见你，很重要的事。平阳二话不说，就拉着青云瑶往外面走。啊，谁要见我？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快点走，青姐姐等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拉着青云瑶一路出了府，就奔向了秦婉等的地方。